有网友曾经吐槽，自从给父亲买了台智能电视后，隔三差五就会接到求救电话，不知道怎么操作遥控器，找不到电视节目的直播入口。等周末回去，发现以自己多年浪迹网络的经验，竟然不知道电视的遥控器该怎么操作。除了操作复杂，还有各种广告、套娃收费等等诸多不便。今年11月27日，广电明确宣布，所有有线电视的终端系统，也就是电视机盒子，未来开机的默认画面必须是节目直播。这里是知识天梯。别说中老年人，现在能轻松搞懂网络电视套路的年轻人都不多。这次的治理那真是求之不得，否则继续发展下去，真没人愿意看电视了。那就让我们仔细看看国家具体打算如何治理网络电视乱象。围绕智能电视系列问题的治理，广电联合多个部门从9月就陆续展开了。人们吐槽的套娃收费是治理的重中之重，广告时长以及第三方直播软件盗播不合规的现象，同样也在这一次的治理当中。此前规划的目标是，到今年底，所有收费项目将压缩 40% 左右，而且保证治理过后不再反弹。到明年的时候，进一步治理广告时长，并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确保在治理过后，一旦有新的问题出现，能及时进行处理。截止到本月初，相关的治理已经初步见到了成效。有些收费项目消失了，此前的套娃收费基本得到了清理，保留的收费项目相对规范和透明了。另一个开机广告的问题 ，80% 的有线电视终端以及 85% 的 IPTV 设备基本上都实现了开机直播的功能，包括广告在内的开机时长都缩短到了35秒以内。至于电视节目，扩大了免费节目内容，一些有线电视终端新开设了免费节目专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很大一部分看电视群体的回流。至于力度能达到多少，还要看接下来的治理效果。治理是在做减法和进一步规范化，对经常看电视的群体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自从智能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以来，从产品到内容的提供方，一层又一层的节点全都在做加法。也正是此前一系列的加法模式，让智能电视变成了智障电视。看个电视究竟有多难？电视机一个遥控器，终端接收设备一个，这还是最常规的模式。有的智能电视居然有3个遥控器，这么多的操控设备，年轻人看着发懵，老年群体更是眼花缭乱。9月份在开启治理之前，广电部门曾做过系统的调查，现在的智能电视机连同终端设备的电视机盒子全都存在操作复杂的问题。要想看一个电视节目，首先得打开电视机和终端设备，然后就得用遥控器进行步骤操作，大多数情况下还得切换2个或3个不同的遥控器，才能找到自己想看的电视台。这是因为在治理之前，几乎所有的智能电视机开机后显示的是综合节目界面，而不是电视台的直播画面。广电部门做过统计，最多需要用遥控器操作11步才能看到直播节目。根据媒体此前的调查，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在老年群体中。一个72岁的老人以前用老式电视看戏曲频道，开机就能看。自从有了智能电视，操作半天都找不到要看的频道，最终他让智能电视在客厅吃灰，自己又买了一台唱戏机。还有的老人平时独自在家，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看看电视，而现在的智能电视动不动就收费，有些老人不懂操作，往往是看看开头的体验，电视界面就停在收费界面不动了。至于节目收费，此前被吐槽的套娃收费更是让人欲哭无泪。收费有等级，开通的会员权限越高，才能看到更多的电视节目。关键是这些收费模式开通往往很容易，但是想要关闭还得研究半天才能勉强找到关停和操作界面。如果不关闭，就默认按月定时扣费。以目前10多个主流智能电视机品牌来说，基本上每一个都有开机广告。开机前后，广告的时长都在30秒到60秒左右。电视节目不能直接加载，返回菜单界面还得看一会儿广告。根据现在的治理情况，一方面要把广告时长缩短，另一方面就是减少和不用再操作。
按照新的规定，未来开机之后，哪怕不进行任何按键处理，至少在20秒内，电视机也会自动进入全屏幕的直播界面。除此之外，用户也能设置开机直播选项，未来即便是不懂操作的老年人也能看电视。电视机的设置究竟有多复杂？关于这一点，此前智能电视机领域也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在智能电视机出现的时候，就没有照顾到老年群体的观看需求，所有新加的功能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年轻人。可根据2022年的市场统计来看，日均看电视时长最多的群体是65岁的老年人，这样一来就很尴尬了。预设的各种服务没人用，反倒是影响了主流看电视群体的使用体验。看电视的模式相比过去早就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看电视既要看直播节目，同时又要单独看点播或者其他影视节目，需求多样化了，功能上也能够实现，所以在制造电视机的时候，能塞的模式就统统添加了进去。只可惜智能电视机的众多功能都未能真正服务到看电视群体，反倒在不断为难看电视的人。这种使用场景和设计理念上的冲突，未来如果不进行改变或者优化，还是会制造出新问题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随着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化，有些原本看电视的老年人现在也不看了。有记者曾在北京走访调查，发现大量的退休群体也不看电视了，每天晚饭后一部手机和一副老花镜，各种短视频能看到很晚。根据2018年老年人移动互联网的报告显示，自从2012年以来，老年网民的数量增长了 130%。另一项数据则是下降，从2015年到2019年，国内有线电视的实际用户已经从 2.39 亿户下降到了 2.12 亿户。看电视的人都被节流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围绕智能电视的各种问题，如果不再进行治理的话，下一步被分流的群体还会增加。除此之外，电视机该提供怎样的服务？它的应用场景又该是什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这也是一个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毕竟，如今在网络和各种智能设备的助推下，看电视的需求能够轻易通过别的渠道满足。电视机要想吸引住足够多的群体，就应该在模式的设置上做贴合需求的改变。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